年6月1日，儿童节。三亚的海风很轻，阳光把沙滩晒得发烫。就在那天，两张面孔同时出现在同一片海岸线上，张凌赫、田曦薇。没有人知道，这组照片会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把整个内娱的评论区炸成一锅沸腾的粥。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这对让全网磕了3个月糖的 CP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起张凌赫和田曦薇，就不得不提一个数字386天。从2024年两人在同一场活动上零互动，背对背站位，到2026年3月6日逐玉正式开播，中间隔了整整386天。粉丝把这段时间叫做与 quote 缘分蓄力期，与 quote 说命运早就把两个人的名字写在了一起，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故事慢慢展开。而与 quote 田作之鹤与 quote 这个 CP 名本身就是一个谐音梗，田作之鹤谐音与 quote 天作之合与 quote 天造地设的一对。逐玉的故事是这样的，田曦薇饰演的怪力屠户女樊长玉，在风雪中救了被埋在雪堆里奄奄一息的落难侯爷谢征。张凌赫饰演的谢征为了报恩，答应入赘他家，一场假婚由此展开，假戏真做，最终生死与共。听起来是古装偶像剧的标准套路，对吧？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部剧在腾讯视频的热度，在开播短短6天内就突破了3万点，同一天爱奇艺热度也破万，成为内娱历史上第一部双平台联播都能同时破纪录的剧集。观众们说，不是剧情有多好，是两个人之间那种与 quote 说不清楚的东西，与 quote 太真实了。什么叫说不清楚的东西？这就要从一场直播说起。2026年3月22日，逐玉剧组直播，工作人员用手电筒给张凌赫照剧本，光线突然偏移，直直扫向旁边的田曦薇。而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张凌赫的手已经伸出去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停顿，他直接抬手挡住了光源，身体前倾，用肩膀和手臂在田曦薇面前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个动作快得像本能，因为田曦薇不久前刚做了近视矫正手术，眼睛对强光极度敏感。而张凌赫显然知道这件事。网友当时的评论是，谢征替樊长玉挡箭的戏，在戏外又演了一遍，这次没有导演，没有剧本，只有他自己。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那我们再往前看。2026年3月7日，你好星期六春日派对特辑。节目里有一个环节，让张凌赫给田曦薇画素描像像。190厘米的男人，低着头，握着笔，专注地看了他很久。画完之后，主持人问他，你怎么形容他？他想了1秒，说，与 quote 他眼中有星星。与 quote 没有剧本，没有提示。那条微博当天阅读量破亿。节目组自己都没想到，一句即兴的话能让全网沸腾成那个样子。但懂的人都懂，这种话不是为了营业说的。营业的台词是与 quote 搭档很优秀，与 quote 与 quote 合作很愉快，与 quote 不是这4个字。这还没完，翻看两人更早之前的互动，有一个细节更加耐人寻味。在逐玉宣传期的某次采访中，田曦薇说她喜欢去海边，喜欢吃海鲜，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待在海边发呆。话音刚落，张凌赫立刻接到，我也喜欢海边。记者笑着问他，你是重庆人还是江苏人，怎么也喜欢海边？他笑了笑，没有多说。田曦薇是重庆人，从小在嘉陵江边长大，夏天常常去江边玩水。张凌赫是无锡人，从小住在太湖旁边，喜欢坐在湖边看鱼。两个人，一个依水而生，一个依水而长，居然都说自己最向往的假期是海边的那几天。如果你们还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营业配合，那接下来我要说的，你可能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如果你也觉得这两个人之间有点说不清楚的东西，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时间来到2026年5月25日，张凌赫在纽约，田曦薇在新加坡，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两个人同天发布了旅行 Vlog， 相隔半个地球，但发布时间只差了21分钟。更奇怪的是什么？ Vlog 里的背景音乐风格高度相似，拍摄构图有几个角度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同款滤镜，同款文艺感，同款慵懒的夏日基调。有网友截图对比发出来之后，评论区的第一条热评是说是巧合，你自己信吗？紧接着是6月1日儿童节，张凌赫和田曦薇同时在三亚同时发了一组夏日海边风格的写真照，两人的服装配色高度呼应，背景是同一片海岸线。粉丝当然立刻冲出来辩护，这只是两个人碰巧都选了同一个商业品牌的拍摄邀约，巧合而已。但随后有人翻出了细节，两人腕上的手链、耳朵上的耳环都是私物，都不在品牌方的造型清单里。从5月31日到6月2日，整整3天，两个人的行程都是空档，没有剧组，没有商务，什么都没有。3天，三亚，两个人，私物首饰。你说是品牌安排的巧合？品牌能安排他们同时带上对方买的小东西？这件事最有趣的地方还不在这里，真正让围观群众破防的是知名爆料人刘大锤在一场直播里对这一切的回应。他明确说，所有亲密互动都是与 quote 营业与 quote 视剧宣策略，两人私下只是合作同事，没有超出工作关系的往来。消息一出，部分粉丝选择相信，开始从与 quote 磕 CP 与 quote 切换回与 quote 理智粉与 quote 模式。但另一批人不信，因为他们记得一件事，《逐狱》里有一场戏，导演曾庆杰后来在采访里提到了雪中之吻，那场戏只拍了2遍就过了。导演说，之所以不敢继续拍第3遍，是因为如果再继续，两位演员会与 quote 太入戏与 quote 到时候出不来。他说那场戏的情绪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真实感，再往下走就不是表演了。网友们把那段视频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有人用 0.25 倍速截帧，发现了一个导演最终选择保留下来的细节。张凌赫有一个极其短暂的只有几帧画面的无意识反应，这不在剧本里，这不是导演要求的，是他自己的。评论区里有人写，你可以演出深情，但你演不出生理反应，这是身体的诚实，不是角色的表演。真相是什么？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评论区告诉我，你是支持与 quote 感情早已萌芽派与 quote， 还是与 quote 全是营业策略派与 quote。 但这个故事在5月17日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那天田曦薇和王安宇同框的一组后台照片被曝光。王安宇是田曦薇的10年老友，两人从2016年高考那年就认识了，整整10年的交情，有一种属于青春期的干净和坚固。那组照片里，两个人笑得随意，像真正相熟的老朋友，没有任何刻意，自然到像是随手拍的家庭相册。照片上了热搜第1。而就在第2天5月18日，张凌赫发了一条微博，只有一句话，与 quote 适可而止。与 quote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背景，就那4个字，配上一张他本人面无表情的侧脸照，全网都明白了。与 quote 适可而止，与 quote 是说给谁听的？有人说是说给媒体听的，意思是不要再乱磕 CP 了。有人说是说给自己听的，意思是到此为止吧。后来在一场采访的边角料视频里，有记者顺嘴问到了王安宇和田曦薇，张凌赫的神情有短暂的僵硬，停顿了2秒，然后礼貌地笑了笑，说祝他越来越好。就这5个字，与 quote 祝他越来越好。与 quote 不是与 quote， 他们与 quote， 是与 quote， 他与 quote。如果你只是一个合作过的普通同事，祝福的对象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内娱很多事情说白了不复杂。现在我们来看这3个人各自处于什么位置。田曦薇是这局里最聪明的那一个，她既没有官宣任何事，也没有否认任何事。CP 粉磕着她和张凌赫，新粉丝因为她和王安宇的友情涌进来，两边的热度她一个字都不用说，
全都收进来了。